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爷。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就叫做黄圣依擅长演综艺，杨紫扮猪吃老虎。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做杨紫和黄圣依的这个专辑和人物的性格的分析呢？其实就是觉得太假了，他们一直都在演，我们一直抓不到他们一个真实的反应和真实的点，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评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在节目里边说的话办得蠢，其实我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的，对不对？然后他们不仅是在这个节目里边说了很多东西，他们其实原来也参加过很多别的综艺节目，所以说好像他们已经忘了原来在综艺节目里边说过什么话。黄圣依就曾经说过就我自己曾经也演过一些综艺，对不对？还有演了一些综艺，你演了综艺也是要演的。到多了以后，因为每个行业它还是有它的规则嘛。好，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呢。我第一次听说黄圣依没有个人财产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精神错乱了。我依稀之中好像记得原来有一个节目，杨紫说过自己没有个人财产，这个自己的钱财呢都是由圣依来打理，对不对？就你没有个人财产对吗？没有个人财产啊？我个人名义下的吗？没有啊，这些都是他呢，我们家他管钱。我们家的所有的钱都是圣依的，我名下都没有，都是他。甚至黄圣依还在另外一个综艺里边说过，杨紫啊在巨力影视里边给了他2个亿作为一个影视的支配权。大家看到我的努力，看到我的人品，看到我做事的方式，他们才会给我1年有2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支配。其实这2个亿的资金啊，还挺有研究价值的。为什么是2个亿，不是1个亿、3个亿之类的？我们后面呢可能会给大家提一下这一点，它这个来源是非常讲究的。因为众所周知呢，这个杨紫的生意是不太可能赚这么多钱的，甚至那个黄志忠说他这个现在啊没有赚钱的生意，只能靠着黄圣依直播来挣点钱，其实不太可能的。黄圣依直播啊，对于他们整个家族来说，也只是可能能赚点生活费，对吧？你说大头的资金呢，肯定是杨紫在资本市场上换取的，因为据我所知呢，就是杨紫的在资本市场上的路子还是比较野的，这个以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个专题专门说说的啊。所以说杨紫啊，她并不是一个我们在节目里边看的大傻子的一个形象，二傻子，对吧？今天这戳戳黄圣依，明天戳戳麦琳之类的，她其实就是看起来啊没有那么弱势。我不知道这个黄志忠还有包括这个观察室的嘉宾是不是懂资本市场，但是我总感觉呢，就是杨紫和黄圣依在隐藏自己的这个财产来源方面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就包括嘉宾在内啊，也是帮助杨紫在扮猪吃老虎，就是来合理化、完美化他们的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些行为。第二个是呢，就是做饭，在这个节目里边，杨紫上来就是油炸方便面，拿着大锅，对不对？倒上油，倒上方便面一炸，然后那个方便面呢糊了、黑了，然后观察室的嘉宾就笑话他啊，然后这个也不会做饭，对不对啊？一看就在家里边不干活，然后你也就是只会出去工作而已。但是我又有点恍惚，我好像原来看过杨紫做饭，而且在另外一个节目里边啊，就说杨紫做过4年的厨师，怎么做饭的吧？是真的从来没做过饭的人呢。杨紫呢曾经有4年的厨师经验，是吧？你不要吵得太久啊！你又不会做，你还指挥我。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不会做饭的，不会做饭做什么厨师，对不对？而且在他们那个日常的段子里边，杨紫也是经常做饭的，包括杨紫的这个颠勺，是吧？都非常专业的。还有他那个倒油的时候啊，他都是这个绕着锅的这个一圈往下倒，这是典型的一些厨师的行为。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倒油就是直接就拿起瓶子来啊，直接就往里倒了，对不对？所以说他整个肌肉记忆一看，他不仅是会做饭，而且是做的非常的熟练。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是看完之后觉得精神上有点恍惚。第3点呢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说黄圣依和杨紫在这个节目里边说啊，不过生日不过纪念日，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原来经常看他们的段子拍的，这个不仅是过这个纪念日，而且还是过得挺盛大的。你一定要过的纪念日有什么 ？A. 恋爱结婚周年纪念 ；B. 对方的生日 ；C. 情人节 ；D. 其他。当生日吧，其他吧。啥都不过，我们俩在这方面很淡，直到结婚纪念日那天。
平时没过过，从来没过过。我老公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基本上每年吧生日他都会给我送礼物，就是像一些纪念日啊、生日啊，他都会一个都不错过，对，会送我礼物啊。在这个不久前呢，就是在过情人节的时候，然后杨紫啊和一些工作人员就准备给黄圣依一个惊喜。黄圣依呢坐在那里，然后工作人员就骗他啊，杨总出事了。黄圣依就咵站起来啊，杨紫，杨紫，对，边走边跑。啊，出啥事了？怎么了？啊？怎么了？让杨总这里出事啊，出啥事了？情人节快乐！好漂亮啊，这。我把这给干坏了。然后这个场面神似就是黄圣依在参加那个演员综艺的时候说海娃海娃，反正非常的做作。因为这个黄圣依的演技呢，我们也没法评价，他肯定是演技不太好。但是这个东西呢，最后两个人又相拥在一起去看烟花，对吧？然后他们在其他的综艺里边也经常说啊，杨总经常给我惊喜，是不是？两个人我们经常会去各自送对方一些礼物，而且是那个情侣同款的一个礼物。我今天一定要让他感动，他的生日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签到了吗？给我您看，看后面，看后面，上面。对，然后这个综艺里边又这么说，然后我真的很奇怪，所以说基于这几点之后，他俩说的任何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两个人在演戏，那怎么分析啊？我们没法分析啊，对不对？那全是假的呀。你觉得这个黄圣依和杨紫他俩这个感情怎么样？我感觉黄圣依和杨紫就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你从整个综艺的这个路数来看，感觉他俩都应该是不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了。我甚至在猜呀，杨紫和这个黄圣依有没有可能在借着这个真人秀这个《再见爱人》这个节目试探舆论对于他们分开这件事的一个风向。所以我觉得整个节目而言，三对夫妻吧，比如说梁亮和麦琳，我们所有人就说你们俩锁死吧，对吧？包括那个刘吉手跟葛西，大家就说赶紧分开。只有黄圣依和杨紫看不懂。我们对于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包括他们的财务情况，包括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要到这个节目里来，他们有什么真实的矛盾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是只能盲猜，对不对？通过他们的那个拙劣演技里面的蛛丝马迹去瞎猜哈。所以我也只能说盲猜。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已经分居了？因为在这个节目第一期的时候，黄圣依和杨紫在节目里说过，我想分开已经3年了，而且说他俩不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不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定义就有点对吧，耐人寻味了。有没有可能是已经分居了？实际上是分居，他是不回家嘛。这个不回家，而且你看到黄圣依对于杨紫的这个诉求也是不太像一个我要挽救婚姻或者是想要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女性，而是像一个前妻对于前夫抚养孩子这个方面的一个诉求和这个想法，对吧？所以从这些东西来看呢，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只是想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公布这件事情啊？你要开个发布会吧，就有点狗血。但是如果是在微博上道别吧，他俩已经干过了这个事儿，感觉当时那个口碑也是急剧的一个逆转，然后没办法，最后两个人灰溜溜的又开始通过合体直播这件事情来把这件事情抹过去。感觉来到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两个商人吧，我们把它姑且称为商人，对这件分开这件事情做的一个最优解。比如说黄圣依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性、克制、隐忍的这种人设、这种态度，就一定是想要实现一个就是商业价值最大化的这样一个目的吧，我感觉。那么通过《再见爱人》这样一个真人秀呢，来为以后分手打下一个伏笔，是不是他们此刻能做到的一个
最好的选择，既不伤人气，而且又能独立人设啊，什么觉醒人设，哎，还能给彼此的事业添把柴。哎，你看，比如说1月18号的这个直播，在这个节目里已经说了不下10次了，对不对？总而言之是钱也赚了啊，这个通告费也赚了，对吧？流量也有了，人设也稳了，这就很完美啊。毕竟黄圣依在离开星辉公司以后，他的这个演艺之路就一直走得很邪乎啊，很偏。所以我觉得对黄圣依而言，分手或者是离婚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是他的一个新的契机，这一定是他们能做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对，就黄圣依他喜不喜欢演戏我不知道，但是杨紫是真喜欢演啊。杨紫做这个直播公司，我都感觉甚至就是为了自己的表演欲。大家去看一个他们直播的片段就知道，就是黄圣依呆若木鸡的在看着杨紫表演，杨紫就是3、2、1上架，然后厂商这个事儿我定了，我这个价格你们再不能说了，我说了这个给家人们谋福利，对不对？就是这个价格，然后他就表演的特别活跃，别人还得卖，是停，别人还得卖。草莓熊猫猫现在有多少钱598，598，对，草莓熊是不是 A 类标准 ？A 类母婴，婴幼儿标准可以用。这个迪士尼主题酒店才有的浴巾3件套卖多少钱？298，光这一个298。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杨紫为了自己的表演欲，因为杨紫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他从原来就很有钱，他一直都很有钱，有钱了之后，他才慢慢的进入娱乐圈去演戏，纯粹就是砸钱买个戏拍，对吧？所以说他这个演戏好像变成了他人生的一个理想一样，爱好，对，爱好。所以说有时候黄圣依呢，就是他愣愣的看着他。黄圣依其实不太适合演戏啊，因为他原来从出道开始到现在，他演的著名的角色，像《红苹果乐园》里的，对吧？功夫里的，这个都是那种漂亮的花瓶，然后你就站在那里就负责漂亮就可以了，也不用演，也不用说话，甚至也没什么台词，对不对？就是负责漂亮。但是杨紫不行，杨紫一定得说，一定得输出啊！包括这次节目里边最后他这个董永和七仙女的这个片，哎呀，太让人纠结了，看，真的是杨紫真的是表演欲望非常强烈的一个人。那你觉着黄圣依就是那种我们看到的这种漂亮，什么贤良淑德，对，温柔的这种形象吗？我感觉通过整个节目啊，这里面一系列的表现，我最大的一种感触就是说，唯一能抓住的一点点，也许靠近真相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对身边的事也好，物也好，都有一种隔岸观火的那种冷漠。比如说，就是在他们那个围桌聊天的时候，黄圣依说到她的闺蜜去说。杨紫对她有控制欲啊，杨紫说她的闺蜜在围剿她的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杨紫说要揍她的闺蜜，她说那我就揍她。黄圣依脱口而出就说那你揍呗，就是好像这件事情跟她无关，就好像是你们俩只是你们彼此看不顺眼，关我什么事儿？你们爱吵就吵，对吧？而且黄圣依在她的闺蜜面前也没有像米行亮那种就是维护自己的伴侣的那种概念。她被质问了以后，当下明明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当她被别人挑唆了以后，她第一时间是打电话质问那个杨紫。其实你会感觉到，无论对朋友还是对她的丈夫，她好像都有一点就是冷漠，对，发自骨子里的冷漠。所以我感觉黄圣依这个人就总体感觉就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呀，就感觉就从头到尾就是在演，就像网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空心人，说黄圣依是空心人，说葛西是外强中干，但是黄圣依就说他是空心人。因为黄圣依，比如说他对麦琳也是，他其实对麦琳的这些事情啊、这些逻辑啊看得很透。但是呢，你会发现麦琳其实只敢招惹葛西，不敢招惹黄圣依。你从2次购物体验就能感觉出，麦琳通过熏鸡事件啊，向葛西相当于就是一种报复、欺负也好，对吧？对，这很明确的就是在为难你，在给你找麻烦。但是你再看看黄圣依当家的时候。麦琳去那个超市买东西的那种小心翼翼，一再问了3次，会不会太贵了，会不会不行，要不能不能买之类的这些话，他每一次都会问，而且还为了这个当时杨紫没有买帽子这件事情，郑重的在这个车上道歉呀，又是忏悔啊，好，黄圣依都不想看他演了，就黄圣依后来就已经冷脸不回应了啊。这时候麦琳又说，我下车一定要赶紧跟他道歉呀之类的，我们不知道那个帽子是25啊，不是45呀。
车等下跟杨哥道个歉，我真的以为是45块钱，我觉得45就真的有点太贵了。但我要加25，我应该会同意他买的，因为确实还好。哎，有种不好意思的感觉。而且感觉麦琳很害怕去得罪他这件事情。我觉得麦琳在这方面的嗅觉是有的，就是他觉得王圣依不是那么好招惹的一个人，这就是他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吧。我感觉3对夫妻里面3个女生里面，她的段位一定是最高的。你说她很聪明吗？我们不敢说，但是这3个人里面，她肯定是段位最高的一个。我觉得麦琳段位也挺高的，她不仅可以控制葛西，她还能看出来这个人的这个阶级上的一种区别，这是她的本能吧，要不然她也走不到今天这个样子。对，麦琳作为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女孩呢，她其实在这个方面的比我们看的要更深一点，因为毕竟到了黄圣依跟杨紫这个阶级啊，我们已经看不懂了。无论他们表演也好啊，他们现在都是专业的演员。你演的话，你在现实中你可能就很难发现他在演，对吧？你可能就相信了他说的话。第二个是他们的这个财富和认知还有经历吧，就是也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有壁垒。对，所以一定是有壁垒的。所以说他们说的话呢，我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你碰到他坐在现实中，你如果碰到他，一定会觉得黄圣依这个人是非常温柔的一个贤内助，然后杨紫啊是一个霸道总裁，你坐在那里一定是这么去感受的。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就可以，因为节目可以回看嘛，对不对？可以逐帧的分析啊，他每一个微表情、小动作，对不对？都可以拿来分析。但是现实中，如果你碰见他们俩夫妇，你是不论你接触几天，你是完全看不出他俩有什么问题来的。感觉本质上吧，他俩就是整个道德体系、价值体系跟我们常人是有壁垒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知体系。所以我觉得，所以黄圣依其实谈不上什么觉醒、清醒这个词儿，我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冷漠。感觉在杨紫的心目中，他装疯卖傻收割这个流量也好，我们骂他也好，他说他不止一次的说我会被骂上热搜这件事情，所以被骂上热搜是他的一个期许，他的一个诉求上节目的。所以对于网友们对他的一个负面评价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对于他而言真的是无所谓，都不如那个真金白银来的实在。因为杨紫他俩其实看我们普通的粉丝也好啊，就是从楼上往下看人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在底下喊什么东西，他对他们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什么对他们产生影响呢？就是跟他们一起站在楼顶的人，或者是坐着飞机从那空降下来的人，才对他们有影响。你在楼底下的人，大家一片一片的去对他去呼喊啊，去抱怨他也好啊，去声讨他也好啊，或者赞美他也好啊，他基本上都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的，他就是站在楼顶去看看而已。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也不要劝黄圣依觉醒了，人家觉醒的挺好的。然后大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是吧？我看到还有很多粉丝说，我就想让圣依过得好一点啊之类的，这个人家过得好着呢，就不用操心了，对吧？人家这个就是杨紫光从资本市场上赚的钱，够我们从秦朝吧，从秦朝赚到现在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杨紫确实啊，中国的顶级富豪，他俩的家族应该是可以入选福布斯的。在福布斯的门槛上吧，福布斯的门槛大概是10亿人民币左右，他两个的总资产应该是在这个门槛上，也可能会落下来一点，也可能会上去一点，但是绝对不是像观察室嘉宾说的，他俩就是靠着黄圣依什么直播挣点钱，这个一天才挣几个钱呀？那当年那个居里股份套现那个都不止这些吧？对，他就是现金嘛，而且是现金，那都不算资产了。他们套现的钱那是完全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杨紫的天珠是吧？你说他1个亿也行，说他1000万也行，说他2块钱也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随他怎么说啊，就是他们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路子野得很，我们普通人看不懂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也甭劝他了，是吧？所以天珠其实也不是什么古玩，它其实在他看来吧，其实已经是一个金融产品了。他们不会去碰有价格的商品，他们如果是想要做空自己的财产或做多自己的财产，如果说给你一块黄金，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市场价的，就是它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放10年可能最多也就翻个50%，这个东西不是杨紫需要的。杨紫需要的是说这个东西我拿出来我有定价权，就是我说的多少钱就是说的多少钱，对吧？
所以他有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呀，比如说你查到他了怎么办呢？他就拿这个东西。多了，别说了。啊，行了，那这一期就这样吧。